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是1.37万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6.8%。他也介绍了国防费用使用在哪些方面，以及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和现实威胁。他强调，针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可以说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吴谦表示，中国政府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模，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理稳定增长，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13795.44亿元，其中中央本级安排13553.43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6.8%。吴谦介绍，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4个方面：一是按照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保障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启动实施；二是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三是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构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改进和完善训练保障条件；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改善官兵生活福利待遇，服务军队基层建设。吴谦强调，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我国国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陆地边界争议尚未彻底解决，岛屿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依然存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在特朗普政府大幅提高对台军售的频率及谋划出售攻击性武器后，岛内一些人企图以美拒统，以武谋独。年初以来，解放军军机多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组织实战化演练。有台媒分析认为，大陆可能会以武促统。对此，吴谦回应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证明，那些妄图分裂祖国的坏分子绝不会有好下场。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我们的能力始终都在，意志坚如磐石。2016年至2020年，中国国防预算增幅依次是7.6%、7%、8.1%、7.5%和6.6%，其中去年的增幅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张业遂上周四表示，中国的国防开支总体上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准相协调，保持国防开支适度稳定增长，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国际责任义务、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关键要看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国防政策。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不针对、不威胁任何国家。中国的国防费到底高不高？通过横向比较就一目了然。从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和人均国防费水平3个维度，比较2012至2017年的有关情况显示，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重约为1.3%，远低于美国的约3.5%，俄罗斯的约4.4%，也不及印度的约2.5%。从国防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看，中国平均约为5.3%，也远低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从人均国防费看，2017年度中国国民人均国防费远低于除印度之外的所有大国。因此，同为战略和政治独立的大国，中国国防开支在此基础上保持适度增长，显然是合理的。国防经费是用于国家的安全防卫的费用，那么这个要根据国家的安全情况来讲。那么我们国家的安全情况呢，应该说并不好，因为在我们的海上方向这个周边呢，不断有其他一些外国的军机抵近侦察和骚扰，我们陆地上也发生了一些摩擦，而且是这个对方有意而为之。还有呢，就是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它也是在这个挟洋自重。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要适度的增长国防经费来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但是呢，它还要顾及到就是经济上的发展，还要顾及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它一定适度。
但军费一直是西方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抓手。就在前段时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发布的报告中就渲染成，2020年全球军费开支再创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海军扩张的推动。但该研究所所列举的数据都难以佐证其观点。美国去年的军费为7380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4倍，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2021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可能将达740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美国经济是呈负增长的。美国军费高企，实际加剧了战争和军事冲突，给世界增添不稳定因素。对于西方舆论渲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解放军报军政评工作室发表评论称，每年老生常谈，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中国人民也听烦了。在国防费开支这件事情上，中国人民自己说了算，我们绝不会看别人脸色，也绝不会让别人的言论轻易左右。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没有啊。那他们不是也是连年增加国防经费吗？西方怎么又不去批评了呢？怎么不去指责呀？那你这不是一个双重标准吗？所以我觉得现在西方的媒体他对我们国防经费的增长完全是一个双重的标准，不是看实际的情况和这种真正的需求。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国防预算呢，每年都是外媒报道中国两会的热点话题。今年中国将安排13553.43亿元人民币，约合209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今年国防支出主要是用于4个方面。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应该说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国防开支还是处于一个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稳步增长的良性发展状态。那么，据吴谦大校的介绍，今年增加的国防开支主要用于4个方面。那么归纳起来就是：第一，根据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那么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启动实施必须得到保障；第二，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第三，军事训练转型与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第四，改善官兵的福利待遇。那么将这4个方面具体展开，我们大概就能够窥见这笔军费开支究竟是如何花在刀刃上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它清晰表述，展望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在国防建设的章节里使用了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标题。其中我还看到了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表述。从1927年到2027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即将走过100年历史节点，与之配套的就是这个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具体是什么呢？去年10月26号，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做出了解答。他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要求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要求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求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是的，正是这4个要求为我们谋划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那就是我们的国防力量在建军100年的历史时刻会展现出新的风貌。那么今年的国防预算又折射出哪些强军思路呢？国防政策是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的，更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大概是美国的70%左右，军费开支却只有美国的1/3不到。那些嚷嚷着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专家，实际上是对中国立足于自我防卫的国防战略揣着明白装糊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那么从交通便利与区位优势的角度来看，这是正常的。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群。但这种布局也会带来新的国防挑战，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引擎是面向大海的，来自海空方向的潜在敌人将直接威胁我们这些经济命脉。目前，中国的3大经济发达地区，京津冀面向环渤海，长三角面向东海，珠三角面向南海，这就是中国发展强大国防的重要前提。我们要尽可能的御敌于境外，御敌于海上。因此，这2年大家看到新型的歼20、歼16战机陆续装备空军作战部队，
055大型导弹驱逐舰、075两栖攻击舰、国产航空母舰陆续服役。这些新型装备啊，就是所谓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而在“14·5”建设时期，更多新的项目将会上马。正如吴谦所言，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另一方面，自军改以来，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全面强调实战化，强调以战场背景为导向。这些年，我与我的同事们也陆续探访了不少解放军部队。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空军部队1周7天，大半都是飞行日；海军舰艇部队大部分时间都在远海巡逻；陆军官兵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尘土飞扬的野战演习场里。训练强度是空前的。人员的吃住、装备的磨损燃料弹药的消耗，这些都是真金白银。因此，我们的国防开支有相当数量都在服务部队的这个强军备战上。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国尚未完成统一。还有一点我认为十分重要，那就是改善官兵的福利待遇。实际上，横向对比世界军事强国，从军费开支的结构上看，花在人身上的钱肯定才是大头，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强军以来，中国越发重视军人职业荣誉感的建设。那么此刻我们正在推动这个军衔制度的改革，全面改善军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让有识之士、让有为青年更加愿意去参军报效祖国，让军人家属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关爱，这是一个举国共识。而这些也都需要庞大的军费作为支撑。国防之重要犹如阳光和空气。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在100年变局的当下，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圆梦前夜，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持续变化，台海局势持续复杂严峻，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